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河北的磁县，今天来看一座古墓，墓主人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开国君主高阳，这个呢是一座帝王陵，这个人呢被称之为英雄天子，也是一个神经病，他开创的王朝啊被称之为禽兽王朝，短短的28年，差不多是6个皇帝，好几个都是神经病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。他开创的王朝啊，在历史上评价不高，主要就是那些皇帝做出来的事情啊，匪夷所思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座帝王陵，里面呢还是出土了很多文物啊，可以让我们见识到、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文化。高阳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熟悉，他的父亲呢，就是前几天我们去看的玉璧古城，在那里失败的高欢。在公元534年。权臣高欢呢，立了一个11岁的小孩为皇帝。高欢呢，也变成丞相，和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他们的统治中心呢是在山西、河南、河北这一块，统称河东嘛，也就是占据中原地区。北魏就分裂成东魏和西魏。我们在玉璧古城那里介绍了，由于东魏的实力较强，高欢呢一直想统一北方，进攻关中，先后2次在玉璧古城那里失败，最后呢，在公元547年2月份，高欢呢在山西太原那里去世，享年52岁。高欢一去世，由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位置，这个是不是跟曹操很相像？当时曹操去世，曹丕呢继承了魏王的位置，并且很快就逼迫汉献帝退位，自己当皇帝。那么高欢的儿子基本上也是这样操作的。高阳墓是在现在河北磁县的一个村庄里面，叫做后湾庄。我已经来到这个村子里面，得找一下。刚问了一下村民，应该就在前方不远处。找到了，问了好几个人，就在前方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县北朝墓群高阳墓。我们经常会说魏晋南北朝，得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说的。大家应该看过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个时候属于东汉末年。那么什么时候差不多标志着三国开始？我们也说过是曹丕称帝，他建立了魏国，那个时候就算是魏晋南北朝的开始了。曹魏存在没多久，又被司马家族取代，变成了晋，这就是魏晋。结果没多久呢，他们爆发了一个八王内乱，导致北方中原地区出现了长达将近150来年的混乱局面。五胡16国就是这个时间段的。北方的政权可以说是走马观花的更换。到了公元439年，北魏算是基本上统一了北方，这也算是标志着北朝的开始。你看，北魏的面积算是很大的。北朝是主要包括北方的几个王朝，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。北齐和北周分别是取代东魏和西魏。从公元439年到公元581年，隋文帝建立隋朝为止，总共是存在了142年。而这个高阳就是北齐的开国君主，也是高欢的嫡子，第2个儿子。现在这里看起来是比较空旷，是一个平地。以前呢是有一座比较巨大的封土。按照现在这个布局来讲，这一块应该是封土，然后那边是墓道。我们现在看是平平无奇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，这里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封土。后面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，很多人建房土嘛，要取土，就在这里取，慢慢的就把这个土取完了。土取完，这里就出现一个大洞，里面有很多积水。附近的村民呢，就在旁边弄了个井台，把里面的水抽到其他地方灌溉。后面到了1986年，有一户人家在这里盖起了房子。结果过了没多久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听到有铁器敲打的声音。他一开始也没有当回事，结果好几天都有。于是呢，他就起来查看，结果在草堆下面发现一个大的洞穴。他进去一看，出来之后立马就报警。后面考古专家就过来确定是一座
千年古墓，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，确定是高阳的墓葬。地宫里面还有精美的壁画，在这不远处还有个博物馆1:1的复制了他的地宫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看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是有很多房屋，在1400多年前，这个地方是绝对的禁地啊，是有人守卫的。不过呢，也就是大概禁地不到20年，因为整个北齐差不多是28年，而这个高阳呢当了10多年皇帝，那么等于是这里属于禁地才10几年的时间。那北齐一灭亡的话，那这里肯定是称不上禁地了。在1400多年，不光这里是禁地啊，方圆好几公里应该都是禁地，因为他们北齐的墓葬都在这一块，他父亲的、他哥哥的都在不远处。我们来介绍一下高阳这个人，他能够称之为英雄天子，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。公元549年，他的哥哥高澄遇刺身亡之后，他呢趁机执掌朝政，受封丞相、齐王，等于就是跟司马家族一样，司马师去世了，就由司马昭接替他的位置。到了公元550年，他就逼迫东魏的唯一皇帝禅位，他自己称帝，史称北齐。那一个退位的皇帝后面是被高阳杀了，也是一个悲惨的人物啊。11岁变成傀儡皇帝，28岁被杀，等于一直都没有自由。高阳当上皇帝，在位初期呢，励精图治，进行改革，重用人才，整顿吏治，修筑长城差不多2000公里，屡次击败楼兰、突厥、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，有一代雄主的气范。也就是说，在他执政的早期，既是一名政治家，也是一名军事家。到了这里，好像又出现了中国古代皇帝规律一样，就是一个皇帝，他前期很厉害、很贤明、很伟大，能力很强，那结果中间立马就变了，变得荒淫无度、残暴。这个高阳也是如此，早期被称之为英雄天子，那么他的执政后期就变成神经病、禽兽、变态皇帝。从他开始呢，北齐的皇帝基本都是禽兽、神经病。在他执政后期呢，经常饮酒，而且呢是醉酒。当时呢，他在金銮殿上面设一口锅和一把锯，每逢喝醉了酒啊，他就杀人，并且呢还在金銮殿上裸奔。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，结果把他杀了，并且把他的骨头做成琵琶。这个人对他的很多妃子都是打骂，对他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皇后非常好，不过呢对皇后的家人就很不好。有一天呢，他去到他岳母家里，看到他岳母呢生活很好，他就很恼火，就用箭射了他岳母的脸，并且呢还命令手下抽他岳母100马鞭。所以说这个人有点神经病，心里有点变态。他心里有点变态，据说是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他的爸爸高欢很帅，他的母亲呢也是一位美女，这2个人结合下来的孩子基本上都长得很帅，女儿很漂亮，唯独高阳是例外。他从小呢长得很丑，不受他的母亲喜欢，只有他的父亲呢知道他可能有才，从小呢受到其他兄弟的欺负。我们平常说的快刀斩乱麻就是他发明的。高阳变成残暴，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他自暴自弃。他当皇帝的前5年是屡次出征，屡次都胜利了，他威望很高。而到了他执政第6年、第7年，2次对南方渡江战役失败，这就导致他的威望受到损伤。那个时候他内部的矛盾很激烈，就是鲜卑贵族以及汉族矛盾非常激烈，他已经有点无法平衡鲜卑贵族和汉族的矛盾。本身他也是属于鲜卑人。还有一点呢，是他觉得经过这2次失利他可能没有希望完成统一了。就是说一个人自尊心极强，他一直呢顺风顺水，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权力，并且呢对北方战役呢赢的次数比较多，还被称之为英雄天子。可结果来到南方连续2次失败了，他就备受打击，心里有点崩溃，
然后自暴自弃，进而酗酒。到了公元559年，也就是他当皇帝的10年，最终呢饮酒过度而暴毙，时年34岁，谥号文宣，安葬在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。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这边呢还有个石像，应该也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，估计就是这个墓的石像生。我们去找一找，看完那个就直接去看地宫了。看到了，在这一块。哎，这个石像感觉跟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哎。我们平时看到的石像都比较魁梧，而这个确实有点臃肿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是有水泥经过修缮的，我就是说嘛，原本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应该就是当时他墓的石像生，可惜只剩下一尊石像了，其他的找不到了。在去博物馆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父亲的墓葬，离高阳的墓很近的。前方这座高大的封土堆，据说就是高欢的，叫做一毗陵。整个这附近呢，是属于他们北齐皇家墓葬区。这个封土也比较巨大。高欢呢，他是鲜卑人，他是北齐的实际奠基人。高阳登基称帝之后，把他追封为神武帝。高欢这个人呢，也是非常厉害的，他属于当时的鲜卑人，一个兵户之家，后面慢慢的发展起来了。他是南北朝时期东魏的权臣，可以说东魏就是他创立的，因为是他当时立了一个孩子为东魏的皇帝。他后面是在攻打玉璧城失败之后，很快就病死了。那去世之后，他的安葬地有争议，有说法的。一种呢是说就安葬在这里，因为这一块呢属于北齐的皇家墓葬区，他葬在这边，他的儿子都葬在这边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家族比较信奉佛教，为了保证他们的家族延续传承，高阳呢就把他安葬在响潭山石窟大佛顶上的石窟内，相当于是每天面对信徒，意思大家都懂得了。有机会我们还是去响潭山看一看。在高欢的墓冢旁边还有一座墓冢，这个是他的嫡长子高澄的墓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磁县北朝墓群2种。前方我们看到这个封土就是高阳的哥哥高澄的墓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封土都有10来米，而且呢是被分开的。那么原先的封土非常大，在这里呢就证明当时北齐的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高澄这个人呢，他是高欢的嫡长子，非常帅呀，整个这个高家都非常帅，只有他的弟弟相对来说长得丑一点。他这个人啊，从小比较聪明。作为嫡长子，他从小呢就被确定是继承人。高欢呢也从小就培养他，特别是高欢成为东魏的实际掌权者丞相之后，高欢呢就在外面征战，而他就在背后监国。在高欢去世之后，他密不发丧，迅速的掌管了当时东魏的权力，可以代剑上殿。他说了一个经典名言呢，陛下，你想造反吗？一个臣子竟然说，陛下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在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知道啊，他们高家代替那个东魏，就代替袁家成为皇帝，已经是不久的事情了，很快就可能会实现了。结果啊，意外真的出现了。高澄呢，他被一个厨子杀害了，时年29岁。那么关于他被杀害呢，是可以称得上是历史谜团的。在当时，高澄是在晋阳被杀害，他被杀害之后，他的弟弟高阳刚好就在附近，刚好他一去世之后，是由他弟弟高阳迅速去了那个府里面决定事情，安排事情，然后呢马上召集鲜卑贵族和汉族贵族，高阳迅速的稳定了局势，并且呢接掌了他哥哥留下来的权力。单纯的从资料记载来讲，可以看得出来高阳当时是有所准备的。如果按照阴谋论来讲的话，
高澄很有可能是被高阳密谋了，因为高澄呢是在改朝换代的前夕被杀害了，而且是被处子杀害了。如果高澄真的登上皇位，高阳是没有任何机会的，那结果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杀了。因为正常来讲，一个掌权者突然被杀，肯定会留下乱子的，而他们没有。1400多年，有人说这是阴谋，也不奇怪了。后面高阳登基称帝之后，把这个高澄追封为文襄帝。在这里说句题外话，高阳在公元550年建立北齐，然后北齐在公元577年灭亡，总共是存在了28年。那么有一种说法，如果是高澄他没有被杀，当上了皇帝，北齐呢很有可能不会灭亡，不会这么快灭亡。北齐从高阳开始算，总共是6位皇帝，2位皇帝呢算是傀儡，那实际掌权的就是4位皇帝，3个是神经病，一个呢在位差不多1年就去世了。那算起来，这个王朝总共是28年，26、27年是4个神经病在掌权，这样的皇帝肯定对国家的发展不好。如果是说高澄掌权，他们好像就不是神经病，因为看他们家族高澄的儿子是没有神经病的。特别高澄有一个儿子非常有名，兰陵王，非常勇猛，并且非常帅，可惜呢后面被皇帝赐死了。反正有一种说法，他们这个家族这么多神经病，主要呢是遗传的，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娄昭君是有精神病，因为高欢本身是没有的，高欢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是没有的。当然这是我们的题外话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是很多人看史书看到这些资料会联想一下。那么这一块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直接去那个博物馆，这边呢是北朝考古博物馆，里面展示的主要就是高阳的墓以及另外东魏一位公主出土的文物。在这里呢我们见识到看到北齐的墓葬文化是什么样子的。刚刚我们去了那个它的现场，那这边就有复原的地宫可以看到，这是一组骆驼雕塑，高度11米，它展示的是属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节点，因为在1500年前，邺城是古丝绸丝路重要的节点。这尊骆驼雕塑是取自于东魏卢卢公主墓出土的一件骆驼真品，是在那个基础上放大20倍制作而成。刚才我们在高阳墓的那一块发现一尊石像生，比较高大，是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。在博物馆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石像在两侧，去看一下。那这些呢并不是目前的石像生，而是根据墓里面那些出土的陶俑复刻的。我们来仔细看一看，这第一尊呢是东魏时期的跪坐俑，应该是那个公主墓出土的，反正东魏跟北齐那个时间差不多，神态儒雅，表情安详，是宫廷侍仆的形象，也就是宫廷的那些伺候人。第二尊呢是叫做大风帽俑，戴着风帽，明显呢这个是那种鲜卑族的服装并不是传统汉人的。在当时东魏就是高欢那一边呢，包括后面的北齐，他们鲜卑贵族是占了很大的势力的。这个就是复原的高阳墓，也是一座大型壁画墓。整个墓呢全长52米，由墓道、甬道和墓室组成。其中呢墓道全长37米，在墓道两侧有非常多的壁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壁画都是复制的，那原版的肯定是在博物馆里面了。整个这个壁画的总面积达到700来平方米，仅墓道两侧的壁画就有300多平方米。我们之前看唐朝武则天孙女孙子的墓，它墓道两侧呢也有壁画，刻画了东青龙西白虎，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东墙壁也是有青龙的，西边就是白虎。我猜想唐朝的墓葬文化也是根据东汉、魏晋南北朝这样一直一脉相承下来，总体布局可能是相似，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这是高阳墓的平面图，整个墓道全是壁画，
最后呢是有一个墓室，只有一个墓室。再早一点，魏纪或者东汉的时候，墓室呢是有2个，后面慢慢演变成一个墓室了。我们继续回到墓道，在两侧呢还有53人组成的仪仗队列，总共是106人，展示的是仪仗队徐徐向南前进的形象，也可以说是皇帝出巡的场景。在仪仗队的上方还刻画了35个飞禽类兽，像朱雀啊，各种等等，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。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壁画真的是非常少见。由于这座墓被盗，在发掘的时候没有找到确定主人文字的资料。不过呢，在当时里面呢出土了很多文物，2000多件文物啊，特别是陶俑那一些，这些陶俑非常精美，种类众多。在木头的尽头上方有一只巨大的朱雀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朱雀啊。这一块呢就是甬道了，当时这里是有石门，同时呢也有2个陶俑在这里，这2个称之为门立俑。那往前走就是地宫的核心地方，墓室。一进来可以发现面积很大，左边呢这个是棺床。在这里我有点疑问呢，这个棺床不知道是原本就是在左边，还是说为了参观方便把它移到左边了。这个墓室的墙壁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，那在原本的地宫里面是有壁画的，只不过是由于长期泡水，专家进入地宫之后，很多人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就没有把它弄下来，也并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，只能进行回填。这个地宫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，真正震撼的是头顶上的。这一眼望去，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上面是一条龙或者是蟒蛇，那其实并不是，这应该是天象图。只不过随着1400多年过去，由于一些已经脱落，具体是什么样的组合已经分辨不出来，只是剩下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，从而被大家认为是一条蟒蛇或者是龙在上面，我们就姑且认为是一条大蟒蛇。那么高阳的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他是30岁去世，算是英年早逝，一生比较短暂。在他死后的18年，他创建的北齐王朝也走向了终点，和他一样都是短暂的。还是回到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，在封建社会，如果一个皇帝或者是说几代皇帝没有作为，或者是残暴，那么这个帝国王朝很容易崩塌。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